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7月16日，今日要講下內卷。咁啊，好多人呢就用內卷呢個字，但係就唔知道內卷呢個字到底係點解喎。咁啊，各行各業啦，而家都話陷入咗內卷啦。咁啊，人民日報喺7月14日裏邊呢發咗個社評，個評論呢就話呢，而家呢就要破除內卷式嘅競爭。佢舉咗個例子，佢個例子就話呢，中國上半年嘅汽車銷售，以電動車為例，就有1500萬架，同期增長呢雙位數。嗱，而家中國嘅 GDP 增長咧，又話有5%嘅喎，明明有增長㗎，咁但係點解好似啲人嘅生活質素係下降咗嘅？嗱，如果你諗下啦，你呢幾年每年啊，中國嘅 GDP 都有幾個%嘅增長，咁但係你呢幾年嘅生活質素有冇改善過啊？呢個呢就係叫典型嘅內卷啊！內卷嘅定義就係咩呢？有增長而冇發展，甚至乎有增長個生活越嚟越變得差，呢就叫內卷化 （involution）。Involution 嘅相反咧係 evolution。evolution 係咩意思呢？就係進化啊嘛，就係不斷咧，人生係向前進化進步嘅嚇。你嘅經濟咧係進化而進步嘅，呢個就叫 evolution。咁但係 involution 咧就係有增長，但係冇進步，甚至乎係退步咗。好似電動車咁啊，人民日報就話啦，明明有1500萬架電動車㗎，咁但係咧而家電動車嗰啲公司業績咧，一公布出嚟咧，好似就係好多都係蝕錢嘅，甚至乎有爆雷添嘅，好似賣一架就蝕一架咁樣嘅。咁呢個咧就典型嘅內卷化啦。咁啊好，我要解釋下咩叫內卷先。我喺2002年咧就寫咗呢一本書《清朝乾嘉年間之後國勢衰退的經濟原因》，係我第一次咧使用內卷化呢個概念啊。咁啊嗱，首先內卷咧呢個字係研究經濟學或者經濟史一個常見概念，最初係形容印尼嘅農業嘅。後來咧喺大概20幾年前咧就移植落去中國嘅農業經濟裏邊發展。當時咧喺美國有一班叫加州學派嘅學者，就以黃宗治、彭慕蘭、李宗清咧個爸爸就係李政道啊嘛，攞諾貝爾學獎嘅物理學獎嘅，佢仔就係歷史學家，以及咧中國咧當時清華大學嘅一個中生代教授叫李伯仲。咁佢哋呢班人咧就專門研究咩叫內卷化。佢哋咧就有一啲人咧就比較咗喺清朝嘅中國，以江南嘅經濟為例，同埋英格蘭嘅經濟咧去做比較。佢發覺英格蘭咧喺嗰個時期，即係大概係18世紀前後，就係有顯著嘅增長同埋發展，就係因為陷入咗呢個工業革命、科學革命裏邊啊嘛。嗰啲人嘅生活質素咧係越嚟越提升嘅。咁但係喺中國咧，以我嘅研究，我2002年嘅時候就加入咗去呢個內卷化研究裏邊啦。我就係寫啦，由清朝乾嘉年間之後咧就爆發咗社會革命啦，白蓮教起義啊，太平天國起義啊，個原因係咩呢？就因為喺康熙年間去到嘉慶、道光年間，約有200年嘅歷史，中國人嘅工資係冇增長過。我就係查咗好多行業啊，喺北京咧喺故宮裏邊查好多行業，包括咧皇宮裏邊嗰啲宮廷嗰啲工匠啊，士兵啦，農民嘅僱工啦，即係嗰啲幫啲地主打工嗰啲農民，200年嚟人工係冇顯著加幅嘅。咁好明顯啦，嗰個時期咧，中國嘅經濟咧係最強盛嘅，即係康雍乾盛世啊嘛。即係呢個典型咧，就係因為人口嘅大幅增加，國家嘅實力係有增長嘅，國家嘅 GNP 係有每年嘅增長嘅。啲國家咧就有錢啦，可以咧搞十全武功，周圍打仗，乾隆皇帝就可以咁樣噶嘛。咁但係咧，啲人民嘅生活咧係冇改善到嘅，因為中國人咧仲係一個小農嘅技術，佢哋啲工匠整南京嘅布啊、瓷器啊，佢哋啲人咧質素係冇顯著提升喎。咁所以呢個就係典型嘅有增長而冇發展。我20幾年前已經加入咗呢個研究行列啦。咁我哋而家搞清楚咧咩叫做內卷啦。咁中國今天而家係咪有嚴重嘅內卷呢？我舉一個例子，呢個例子咧就係成日咧出現講內卷嘅，就係補習啊。喂，而家有啲人話咧學生好卷啊，非常卷啊。咁點解咁解咧？學生係梗係卷喎，又因為咧補習活動嘅增加，學興趣班嘅增加，所以啲學生咧，如果你唔學補習，唔學興趣班咧，你考唔到好嘅高中喎，考唔到好嘅中學，考唔到好嘅高中，更加咧考唔到好嘅大學。咁考唔到好嘅大學咧，啲家長就覺得冇前途啦，咁所以咧佢哋喺由細到大由學前班開始就俾佢哋卷。卷嘅定義係咩？喺呢個補習社或者係補習班嗰個發展裏邊，就係學生嘅分數係不斷咁增長嘅，學生學到嘅知識
係不斷增長喎，由細到大都係嘅。咁但係問題咧，佢哋人生係冇發展啊，因為你咁早咧，由學前班開始就俾好多活動佢哋。喂，佢哋好早咧就已經耗盡咗佢哋對學習嘅興趣啦。喺而家21世紀啊，喂，你一個人咧唔能夠終身學習咧，好多時候咧就係贏在起跑線，但係輸在咧就終點前喎。就因為佢冇咗學習嘅動機啊嘛，冇咗學習嘅活力啊，咁所以咧佢哋人生咧就變咗好卷啦。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996，996又係喎，喂，就係因為咧個職場咧競爭好大，好似清朝咁喎。清朝咧就因為咧啲土地啊有限噶嘛，咁但係人口爆炸式增長喎，由明朝啊晚年1億人，去到清朝嘅頂峰去到4億人，咁啲人咧就要卷啦，就要點咧？就要走上山上面咧去種田。山上面種田咧，產量可能係增加嘅，咁但係啲營養價值就下降咗喎，因為咧喺山下邊種田咧就種小麥、種稻米，喺山上面種咧只可以種番薯、粟米，咁啊土地面積係增加咗喎，但係生活質素係下降咗，佢啲人嘅卡路里咧所攝取嘅卡路里係降低咗嘅。996就係啦，就係因為咧你為咗面對咧唔好俾公司裁員，要升職。你原本咧就係翻5日或者6日啦，大陸就普遍翻6日嘅，翻6日咁啊朝9晚5嘅，咁咧你就不斷要加班，就變成咗咧朝9晚9就翻足6日喎，得1日係休息嘅喎，嗰一日咧就唔係真正休息嘅，就要開住個微信啦，等老闆問開住個 email 咧就等老闆問問題，然後覆問題，要秒覆嘅喺大陸嘅職場就咁啊，咁咧你嗰個工作時間係增加咗，可能收入都因此而增加咗嘅，有部分有加班費嘅。咁啊，但係咧，你人生嘅質素就會下降咗，所以我哋定義係咪內卷呢？第一就睇下你有冇收入增加，如果你冇收入增加咧，就唔應該叫內卷嘅。第二就係咧，收入增加咗之後，你哋生產力係咪下降咗？好似電動車賣多咗，但係電動車嘅公司又虧蝕咗嘅，呢個就典型嘅內卷啦。咁所以我睇到咧，香港有一個新聞，有一個麵包鋪就話：喂，而家麵包行業好內卷啊，因為啲麵包鋪不斷減價。嗱，如果麵包鋪減價後咧，生意係增加咗咧，咁呢個都叫內卷嘅。但係咧，佢哋好明顯咧，就係麵包店減咗價之後咧，佢哋嘅生意額係冇增加到嘅。呢個就唔係叫內卷，呢個就叫做割喉式減價、惡性競爭。所以咧呢度睇銅鑼灣核心地帶零售店有54間鋪頭咧，麵包鋪咧係內卷啦。減租嘅時候咧，佢哋入錯咗局啊，所以而家咧只能夠咧減價。佢話呢個咧人咧買牛角包38蚊一個，咁啊有好多網民就話38蚊個寧願食2餸飯啦。咁其實38蚊一個咧係英國價錢嚟喎，英國嘅牛角包的確係38蚊個喎，3磅幾一個。如果裏邊有餡嘅就5-6磅添喎。冇餡嘅就3磅左右啦，喺倫敦。我平時咧去咖啡店嗌一杯咖啡3磅半啦，呢個 Americano， 再嗌一個牛角包，基本上都加埋到7-8磅噶啦。咁呢個就英國嘅價錢。喺香港咧，啲人咧就寧願食2餸飯，所以佢賣38蚊一個牛角包咧。有啲人就話：喂，就要不如減價啦。咁你減價嘅時候，你就要壓低你嘅成本啦。當內卷咧，佢個生意額係增加嘅。但係佢就必然要透過壓低佢嘅成本，壓低啲工人嘅工資啦，揾呢啲平啲嘅鋪租啦。咁啊，但係呢啲問題好難改變嘅。人工你減，啲工人咪唔做咯，因為而家失業率低噶嘛，始終都係。咁然後啦，鋪租又唔到你話事，所以啲麵包鋪可以做到嘅嘢就係咩？壓低啲麵粉嘅成本。原本咧就可能咧揾啲法國嚟嘅麵粉啊、意大利嘅麵粉啊、英國嚟嘅麵粉啊，而家唔係喎。如果38蚊一個買唔起嘅啲人。咁啊改到10幾蚊一個牛角包，佢只能夠揾內地嘅麵粉、內地嘅食材，所以而家香港嘅餐廳業咧就係內卷。以前咧佢哋進口嘅食材係日本嘅海鮮啊、韓國嘅海產啊，佢哋嘅醬料可能係嚟自日本、韓國嘅。咁但係咧啲人北上消費啊嘛，佢為咗同大陸嘅餐廳競爭，佢就由攞日本海鮮就改為攞海南島啊、攞天津嘅嗰啲醬料咧，就揾珠海嘅。就揾佛山製造嘅，就要透過咧壓低個成本，就同大陸競爭。咁結果咧，成本低咗，可能個生意額係多咗嘅，但係個生意嘅質素咧，個食品嘅出品咧係越嚟越差。咁佢最後咧就咪內卷咯，有增長而冇發展。咁但係有一啲直頭冇增長嘅，佢減咗價之後咧，個生意都係唔夠大陸嘅。咁呢個就唔係內卷啦，呢個就叫做蕭條。所以我哋分清楚咩叫內卷，咩叫做蕭條，唔好亂用內卷。內卷化係 inflation， 個相反咧就係 evolution。咁咧大陸嘅各行各業新聞就話啦，係有呢個嘅內卷式嘅競爭，就透過減價。
咁因為中國人口始終係大，你可以開發到嘅市場，你減價，譬如話嗰啲美團啊、京東啊嚟香港，或者去到大陸嗰啲新城市，或者滴滴啊，佢就割喉式減價，透過減價咧就鼓勵啲人 download 嗰啲 app， 就整死晒原來嘅實體店，整死晒原本嗰啲競爭對手，全部人都訂外賣啦。咁啊訂外賣嘅時候咧，或者係呢個嘅配送貨，佢就令到個 app 嘅生意有增長。但個 app 嘅生意增長咗咧，佢都係蝕錢嘅間公司。佢賣嘅係公司嘅前景，所以呢啲科技巨頭咧好多都係蝕錢嘅，就因為佢用內卷方法競爭，佢賣嘅就係公司嘅前景，賣嘅就係公司所擁有嘅數據。但係佢喺競爭嘅過程裏邊咧，就整死晒啲對手，然後佢自己都蝕錢嘅。但係因為咧，佢有源源不絕嘅資本，佢可以透過上市發行 IPO， 或者咧透過嗰啲可換股債券就整死晒啲對手。呢個就係典型嘅內卷。咁而家大陸咧就話唔得，一定要整治內卷。大陸咧國家統計局咧就出咗文章，國家統計局咧就話咧一定要整治內卷，關鍵就係推動社會高質量嘅發展。高質素嘅發展其實唔係高質量嘅發展。內卷嘅定義咧就係喺個數量上面有增長，但係咧呢個嘅質量上面咧卻有下降嘅。咁所以關鍵咧你要反內卷啊嘛。咁習近平之前咪話，喂，啲家長咧唔好成日逼啲學生去補習啦，即係要有呢個嘅有節制啦。咁啊出現咗，咁結果啲補習業咪死晒啦。你越壓制佢咧，佢好似又走向另外一條路，就變成咗蕭條。咁所以大陸人咧用咩辦法去反內卷啊？用咗兩個方法，一係就移民，就係內卷一段時間賺咗啲錢，996割喉式競爭。賺咗錢啦，然後去移民。喺英國咧，好多嗰啲投資移民係嚟自大陸噶嘛。喺我早2個月去咗呢個嘅捷克，喺布拉格旅行啊。喺旺區裏邊一條街至少有3間係大陸嗰啲小店啊。喂，嗰啲小店咧全部都係投資移民嚟嘅喎，可能都冇生意啊。其實都唔重要啦，有冇生意？佢喺度開啲小店賣下啲汽水啊，賣下啲旅遊嘅紀念品，其實就為咗嚟移民啊嘛。所以咧，第一個方法對抗內卷就係要去一啲享受生活嘅國家，享受生活前又努力賺錢，去到其他國家享受生活，呢種第一種方法。第二種方法，而家大陸人咧就係用躺平咁我直頭唔同你玩呢個遊戲啦，唔內卷啦，唔減價競爭啦，唔開 OT 競爭啦，我就翻去農村度啃老躺平享受生活用呢種方法咧去對抗內卷。當然呢啲係消極式嘅對抗內卷啦，第一種係積極式嘅移民，第二種係消極式嘅。咁但係咧，對於國家嚟講咧，用咩方法咧？國家統計局就話，要用創新反對咧啲外賣平台惡意補貼或者電動車又係惡意補貼呢啲係所以咧佢就要立法規管啦，禁止惡意補貼。但係禁止惡意補貼係冇用嘅。張五常講啦，呢個會租值消散噶嘛，好似你管個業主唔俾佢加租都冇用喎。咁佢咪用其他方法加咯，加管理費咯。當年咧香港咧就有租值管制咁佢就管咩？有鎖匙金咯，就轉移。所以咧你係反對平台惡意補貼嗰啲外賣，去打擊零售業或者打擊嗰啲傳統飲食業。咁佢你禁止咗啦，咁佢咪用其他方法咧，積分送咯，係咪啊？用積分制啊，你唔用現金補貼，用積分補貼一樣得個，用禮物補貼啊，啲禮物可以換翻現金啊。以前就係嘅，就話咧唔准送紅包。習近平上台嘅時候話唔准送紅包，結果咧就啲人唔送紅包咯，喺啲國企啊或者學校啊就唔送紅包俾老師，唔送紅包俾嗰啲領導，就送咩？送茅台。咁咧，然後咧啲人咧就唔開個茅台嘅，去翻嗰啲茅台店度換翻現金，8折7折咁換翻現金。如果係指定鋪頭買咧，即係你喺嗰間茅台度買咧，然後再退翻去咧，就可能會高啲折扣8-5折咁樣為例。其實呢種係變相嘅貪腐嚟噶嘛。咁好啦，到習近平前幾年就話禁止茅台，咁啲人唔送煙唔送酒啦。原本係換嗰啲中華牌煙啊、熊貓牌煙啊或者茅台噶嘛，佢一樣會送其他嘢喎。呢個係不斷咁租值轉移喎，用其他嘅嘢咧去討好上司。咁所以關鍵就係你要令到個社會唔好內卷，個社會就要用教育去改變用教育鼓勵啲人咧係享受生活質素，重視生活質素，唔係咧有洞就去入嘅迎難而上，紅姐都殺啦，奶都奶啦，
你嗰啲奶都奶啊，就係內卷啦。你發生呢個即係行為嘅次數增加咗，但係發生行為嗰個之後導致到生活質素係下降咗喎，樣貌俾人公開咗啦，或者自己玩完之後嗰刻你好似有快感，但係之後你會追悔莫及喎，呢啲就典型嘅內卷化，有增長而冇發展，甚至乎咧生活質素係徹底下降嘅，所以關鍵就係教育。work-life balance， 你唔想內卷，你就要 work-life balance， 或者係鼓勵個社會咧尊重創新，尊重咧知識產權，尊重咧人哋咧有設計，你要咁樣喎。所以當年咧加州學派就比較英格蘭同埋比較中國嘅經濟，中國經濟咧數量上係世界第一嘅，但係英格蘭嘅創新係世界第一嘅，咁啊即係好多香港人咧移英之後考 Life in UK 咧 ，Life in UK 就發覺喂原來大部分嘢都英國人發明喎。蒸汽機係英國人改良噶，大家知道啦。呢個嘅飛機引擎咧，由英國人同德國人一齊發明啊。DNA 嘅破譯咧係英國人咧同德國人一齊發明。電視機啊係英國人發明，冇係蘇格蘭人啊。其實冇咗英國人啊，現代社會根本就係仲係上幾個世紀嘅生活嚟嘅。雷達又係英國人發明嘅。咁所以我哋今天咧講大部分嘅科技咧都係英國人奠基嘅，就係英國人咧有幾個世紀就係陷入咗一個高速嘅增長同埋高速嘅發展然後先至轉 work-life balance 嘅。咁而家英國就係 work-life balance， 所以佢冇乜嘢發展嘅，就陷入咗第二個生活。你唔想發展唔想增長，你咪 work-life balance 咯。咁但係如果唔係中國唔可以行呢一套 work-life balance 嘅，你就要鼓勵啲人尊重知識產權，唔好去抄襲唔好以抄襲為榮。人哋整一個 Twitter， 你又整一個微博，咁呢啲咪典型嘅即係後發先至咯。人哋整個 IG， 你又整一個 TikTok 咁人哋整個 Facebook， 你又整即係類似嘅嘢。其實呢啲咧就係唔尊重產權。你個國家嘅社會唔尊重產權嘅時期，啲人民啊點會尊重產權呢？當人民唔尊重產權，佢就唔尊重創新，個社會就必然陷入內卷嘅。呢個就係關鍵嘅方法啦。咁啊，今日咧就藉呢個內卷化題目咧就講到即係我嘅學術研究。咁我學術研究咧，而家咧就係將我20幾年嘅研究咧綜合咗出嚟。而家大部分咧台灣同埋香港嘅書店網站咧都有得預訂嘅。咁所以有興趣咧就可以咧即係預訂我本新書，包括馬來西亞讀者，馬來西亞讀者咧都可以預訂到我本新書喎。即係城邦閱讀花園。咁咧就可以預訂到個新書，60蚊馬幣就買到呢個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其他嘅台灣嘅網站，譬如話博客來成品或者係呢個金石堂等等都有預訂。香港咧就天地圖書個網站有得預訂嘅。多謝大家，今日講到呢度啦。反正奶都奶啦，希望大家幫我撳個 like、subscribe、share， 轉條影片出去俾你朋友唔知咩叫內卷嘅，做緊生意嘅、打緊工嘅，轉俾佢哋。多謝大家，拜拜。